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我的维生素 E 补充剂是怎么吃的，如何发展到今天。今天我吃的维生素 E 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维生素 E， 中文名字叫做生育三烯酚，而且纯度是100%的生育三烯酚，每一粒125毫克，我一天吃2粒。你们一般到市面上去买到的维生素 E 呢，几乎全部都是生育酚。它两种都是维生素 E， 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抗氧化能力差别非常的巨大，所以它们是有实质上的差异的。当然，我第一天开始吃维生素 E 的时候，市面上没有生育三烯酚，我也不懂什么叫做生育三烯酚。我刚刚开始也是7、8年以前，我开始吃补充剂的时候，选择了维生素 C 以后呢，再继续考虑吃补充维生素 E 是必须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当年体重300斤啊，我身体有严重的血管斑块、高血压，我是一个心血管疾病风险极高的一个人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它是多重因素去评估的，我抽烟啦、生活压力大啦、不运动啦、肥胖啦、血压高啦等等的综合评估的。补充维生素 E 呢是必须的。我们去读书我们就知道，尤其是在国外欧美啊，心脏科的医生呢没有不吃维生素 E 的，因为他们知道补充维生素 E对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和帮助是非常大的。我们不是医生，我们不深入去说它，但是呢，像我那样的状态下，补充维生素 E 是有绝对必要的。所以当初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跑到卖营养补充剂的商店里面去寻找维生素 E 去了。那当时给我们普遍的建议是，每一个成年人呢，一天大概补充400个 IU，IU 就是 International Unit 国际单位啊，补充400个 IU 就够了。维生素 E 呢，最好一天不要补充超过800个 IU， 超过800个 IU 以后，它会有过量的顾虑。我先把维生素 E 吃上，吃完了以后呢，我就去读书了。读着，我发现的第一件事情是，原来维生素 E 有分天然的跟合成的。合成的维生素 E 大多数时候拿去养殖业用的，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不知道，我回家检查一下，原来我买的是合成的维生素 E。 所以我先告诉你们，你们要知道如何区分合成的维生素 E 和天然的维生素 E。 成分表上维生素 E 的前面会有个英文字母的，如果是英文字母 DL 打头的 DL 一杠后面中文如果是阿尔法生育酚，它是化学合成的。如果说是全天然的，要不然就前面没有英文字母，要不然它的英文字母就是 D 打头的。所以 D 打头的维生素 E 是全天然的， DL 打头的是化学合成的。化学合成的他们当初发明出来是给养殖业用的。当然你说我们人吃了以后有没有用我都不想跟畜生吃一样的维生素啊。所以我知道了以后我就赶快换了，我就换了 D 打头的维生素 E 了。这是我刚刚开始发现，原来还有天然跟合成的区别。吃了一段时间，当然我就继续读书，才知道原来天然的维生素 E 还有分种类的。所以各位，我现在是解释给你们听，为什么我现在吃的叫做生育三烯酚，你们现在买到的你们在吃的叫做生育酚，我刚刚开始吃的也叫做生育酚。我从 DL 化学合成的生育酚改变成 D 生育酚，是天然的维生素 E。 然后我读书的时候才发现到说，原来天然的维生素 E 有2个不同的家族，一个家族中文叫做生育酚，英文叫做 tocopherol， 中文翻译叫做生育酚。另外一个家族英文叫做 tocotrienol， 中文翻译过来叫做生育三烯酚。我当初也很好奇，为什么生育跟生孩子有什么关系？是他们在实验室里面发现有一些不孕的老鼠吃了这个维生素 E 以后竟然怀孕了，所以他们起的名字跟生育有关，跟人无关啊，所以它名字是这么来的。当时我了解到了说，原来还有生育酚和生育三烯酚的区别。我要知道为什么我要吃生育酚，为什么市面上买到的维生素 E 几乎全部都是生育酚。当时我找到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The Truth of Vitamin E， 是维生素 E 的真相。写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Barry Tan， 他是营养学界科学界里面研究维生素 E 的一个专家学者。在这本书里面，我学到了所有我对维生素 E 知识的需要啊，所以我维生素 E 的书就读了它一本，我就没有再去找第2本了。在这本书里面非常详细的，他解释了第一，
为什么我们市面上买到的维生素 E 全部都是生育酚？要从历史去说起了哈。最原始的维生素 E 的补充剂的原材料从哪里来的？记不记得我们说我们现在吃的碳水化合物是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我们把麦子跟稻谷的麸皮打掉了以后，我们吃里面的淀粉呢？麸皮去哪里了？麸皮被他们拿去提炼维生素 E 去了。我们吃的谷物里面的维生素 E 几乎都是存在于麸皮里面的，所以当我们把麸皮打掉的时候，维生素 E 就没有了。当我们需要吃维生素 E 的时候，我们再去把它买回来吃，是来自于麸皮。在实验室里面提炼维生素 E 的时候，他们就注意到了麸皮里面维生素 E 就有2种不同的化学结构，一种叫做生育酚，另外一种叫做生育三烯酚。当他们在研究这2种不同的维生素 E 对人体的帮助的时候呢，发现生育三烯酚没有用，生育三烯酚不发生效果，只有生育酚有用。所以在那个年代，他们就把生育三烯酚抛弃了，只留下了生育酚作为营养补充剂大批量的生产，所以全世界卖的营养补充剂全部都是生育酚。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去重视过生育三烯酚是干嘛的，已经做了结论了，生育三烯酚没用。Barry Tan 有一年他书本里面这么写的，他有一年他到南美洲亚马逊森林里面去做调研，去做科学考察。他们在森林里面寻找不同的果实啊，不同的植物，在里面寻找它们的营养物质。我们平常看果肉、果实，你把一个水果切开来，外面是皮，里面是果肉，中间是籽。他说所有的果实啊，里面的籽呢受到果肉的保护，籽呢通常都是湿润的，颜色是鲜艳的，不会被氧化的，因为那个籽被果肉保护得很好，所以它不会被氧化。看了他书以后，我想想果然如此，我们吃的水果打开来，里面的籽全部都是很湿润的，很新鲜的，不是干瘪瘪的氧化的，不是，因为受果肉的保护。他在亚马逊森林里面发现了一种植物，他把这个植物切开来，里面没有果肉，但是呢它的籽呢，中间的籽呢是潮湿的，是鲜艳的，是没有氧化的。他在书本里面解释说，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现象，没有果肉的保护，这个籽能够保持鲜艳，没有氧化，说明这个籽本身抗氧化的能力是很强大的，它不需要任何东西的保护，它就能够抗氧化。他认为这个籽呢是有高度的研究价值的，所以他采集了一部分这些籽之后呢，去研究究竟是什么物质让这个籽能够抗氧化的能力这么好。以前人类营养史里面，生育酚和生育三烯酚一直都是一起发现的，这是第一次找到了一个物质里面只有生育三烯酚，没有生育酚，是第一次，所以对他来说是很兴奋的一个发现。因为根据果实的表现，它抗氧化能力显然非常好，跟传统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开始深入的研究生育三烯酚的抗氧化的功能。在他的实验室里面发现，生育三烯酚的抗氧化能力比生育酚强大了50倍到90倍啊！各位，不是5倍到9倍啊，50倍到90倍。在他书本里面是怎么形容的？我们每个人都用过手机啊，你们都很熟悉5G 啦、4G 啦，年轻一点的人可能没有听过4G 是什么了，老一点的人可能还记得3G 吧，可能已经没有人记得2G 了吧。你们知道我用手机是从1G 开始用的，那个大砖头啊。他说他的形容，生育酚呢抗氧化的效率，如果你把它比方成1G 的手机啊，生育三烯酚抗氧化的能力就相当于5G 啊。1G 跟5G 的速率不是差5倍啊，1G 跟5G 的速率相差非常非常大。他们在实验室里面得到的结论是抗氧化的效率提高了50倍到90倍，是非常惊人的发现啊！他经过了5、6年的学术研究，最后他申请了一个专利，如何在这个植物里面提取生育三烯酚是专利的技术，所以目前全世界只有他家有。然后我开始吃生育三烯酚，我的维生素 E 经过了很多的周折之后，我选择了生育三烯酚，它的由来是这样。所以生育三烯酚跟生育酚的抗氧化功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是不是代表生育酚不好？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全世界的人都在补充生育酚，所有的心脏科医生几乎都在补充生育酚，生育酚没有什么不好。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如果有更好，我为什么要接受比较不好呢？我当然要追求更好。为什么我们需要补充维生素 E？ 除了它对我们心血管它对我们有帮助以外，其实它真正的对我们身体健康提供的贡献啊，是跟维生素 C 有关的。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脂质啊、脂蛋白啊，比方说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还有我们的细胞膜，它表面都是脂质的膜啊。我们解释过，细胞膜的外膜跟细胞膜的内膜是亲水性的，我们身体无时无刻都遭到自由基的攻击的，那么需要抗氧化剂去平衡这些自由基的。
细胞膜的内膜跟外膜是水性、亲水性的，这个时候需要维生素 C， 需要水溶性的抗氧化剂去保护的。可是内膜跟外膜的中间是亲脂性的，需要脂溶性的、需要脂性的抗氧化剂，就是维生素 E 了。就维生素 E 跟维生素 C 是在一起相互协作，才可以给我们的细胞膜有一个完整的保护的。包括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我们的每个人都说低密度脂蛋白是坏的，我跟各位说，低密度脂蛋白只有氧化了以后才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没有氧化之前都是好的。低密度脂蛋白为什么会被氧化？它被自由基攻击了。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其中一个重要的事情是用很好的抗氧化剂去保护它。水溶性的抗氧化剂就是维生素 C， 脂溶性的抗氧化剂就是维生素 E。 这是为什么我们补充维生素 C 最好的策略是维生素 C 跟维生素 E 都要补充，因为它们两个是相互协作的。你光补充了一个水性的膜，脂性的部分你不去保护它，它一样会被破坏。这是其中一个部分。另外还有一个部分的知识是大家需要知道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一起吃的时候呢，如果你只吃维生素 C 不吃维生素 E， 你的脂质的那个膜没有受到保护。可是如果你只吃维生素 E 没有吃维生素 C， 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结果是亲水性的膜没有被保护。不仅仅如此，当维生素 E 提供了抗氧化保护以后，维生素 E 本身氧化了，它就再也不能够提供抗氧化功能了。维生素 C 可以帮助维生素 E 再生啊。意思是说，如果你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一起吃的话，维生素 E 的抗氧化能力啊，可以持续的被延续，因为当它提供抗氧化剂了，维生素 C 把它还原了，它再提供抗氧化能力，维生素 C 又把它还原了，直到维生素 E 彻底的被身体代谢了没有了为止。所以它延续了维生素 E 的寿命长很多的。所以我们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同时补充是最基础的抗氧化的需求。现在这个年代，所有的人都需要补充维生素 C 跟维生素 E。这是一个过去从来不相信营养补充剂的人说的话。我为什么这么认为？一方面是来自于食物的营养素严重的不足。如果说食物里面的营养素严重不足的正确解决方案是，那我们就多吃一些食物啊。可是现在这个年代，你要多吃食物有问题，因为我们消耗的太少了。我们现在的人每一天消耗2000卡路里左右，你多吃一些食物，你摄入了4-5千卡路里，营养够了，热量超了。所以这样显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农业社会 OK 啊，农业社会我们消耗量大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依赖补充剂的话，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是第一。所以我认为这是因为食物里面的不足啊。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现在环境的挑战比以前多得多啊。我们现在对抗氧化剂的需求啊，比以前的人呢要高了很多倍啊。所以我们现在时时刻刻都受到各种各样不同来源的自由基的攻击啊，所以我们对抗氧化剂的需求比以前多得多。所以我认为不管在任何年龄层，从10几岁开始，我认为我们就需要补充维生素 C 跟维生素 E。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提供给大家做做参考。下一期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维生素 D， 我们下期见。